喜欢看丧尸电影的宝子有福了，博主今天又带来一部韩国丧尸片，此片也是继《釜山行》《活着》之后，韩国又一部比较火的丧尸电影。里面除了有丧尸、招魂、诅咒、祭祀等恐怖元素，还有韩国电影最喜欢拍的人性。而影片结尾出的重重反转，更是让人头皮发麻。来自2024刚上映不久的《失咒》，失映是韩国首尔的一位18线舞蹈演员。这天，他受到圈内一位知名导演的邀请，试镜了一部舞蹈电影的女主角。为了能争取到这次机会，失映做了充足的准备。结果导演只是简单的走个过程，就通过了他的试镜。就连失映都没想到会如此顺利。此后，在导演的通知下，失映赶往了拍摄地点，是郊区的一处废弃学校。可他刚踏进校区，就莫名其妙听到了一阵诡异的铃铛声。抬头一看，窗户内更是站着一个奇怪的人影。工作人员的到来将失映拉回了现实，可紧接着，原来只是一个意外掉落的假人，但却把失映吓得不轻。平复好心情后，他立刻来到试衣间换上衣服，准备马上投入拍摄。没想到又在这里遇见了同样是一名舞蹈演员的彩允，两人在几个月以前因为一场舞台剧认识，而这一次彩允将作为配角饰演失映的舞伴。他们将按照导演提供的舞蹈视频模仿里面的舞蹈动作出现在镜头中，整个过程没有台词没有剧情，让失映感到奇怪。而那狂野又奔放的舞蹈动作也是他从未接触过的舞种，并且他在独自练舞时鼻子还无端端流出了鼻血。恍惚间，失映突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变成了一副恐怖的模样。随后在导演的要求下，失映开始了第一段舞蹈镜头的拍摄。可明明只是简单的几个动作，结束后的失映却冒出了一身冷汗。此时女助手来到地下室的控制室，准备关掉楼顶的排气扇，马上进行第二场拍摄。可当她按下按钮，身后却突然闪过一个黑影，还伴随着一阵铃铛声，和失映刚才听到的一模一样。女助手好奇地顺着声音走过去，发现了一个类似祭坛的地方，周围放满了未点燃的蜡烛，墙上写着看不懂的文字，正中间还有一幅奇怪的图案。在看到图案的一瞬间，女助手仿佛像中了魔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与此同时，正在休息室里和彩允闲聊的失映从背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药物吃下。原来失映患有一种经常头疼的怪病，这种病还会让人失去部分记忆，必须经常吃止痛药才能缓解症状。很快，两人共舞的镜头在楼顶开拍，舞蹈动作同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而伴随着彩允的舞动，失映却不自觉地走向了天台，接着张开双手，像是要一跃而下。原来刚刚的一幕只是幻觉，其他人赶紧跑过来查看。也就在这时，他们才震惊地发现，对面楼顶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伙陌生人，正在用红色油漆画着一个图案。仔细一看，竟然和女助手在地下室看到的图案一模一样，但却没有人注意到。导演发出了邪恶的微笑。此时大家又突然发现，所有人的手机都没了信号。而由于长时间没有看到女助手的出现，副导演便准备去地下室寻找。结果刚来到楼梯间，就看到女助手出现在走廊里，不过她的样子似乎有些不对劲。副导演没有多想，便上前询问，不料却发生了恐怖的事情。女助手突然发了疯的掏出螺丝刀，活活戳死了副导演。接着他又面无表情地走上天台，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爬上围墙，然后回头看了看失映。大家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女助手竟然跳了下去。可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更恐怖的事情就接踵而至。明明已经凉透了的女助手，全身的骨头突然嘎吱作响，扭曲着身体再次站了起来，接着扑向一旁毫无防备的工作人员，疯狂撕咬。嗜血的样子就像是电影里的丧尸。眼看对方丢下男人，转身跑进了大楼，所有人都吓得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导演率先背上背包离开了人群，失映、彩允和几个男人也跟了上去。其余人觉得天台更安全，于是选择留了下来。就在几人往楼下走时，突然传来一阵响动。看到大家害怕的样子，导演竟然拿出摄像机开始对着他们拍摄。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心情拍视频，简直就是个疯子。这时彩允突然发现头顶居然有一个正在使用的摄像头。正常来说，废弃了这么久的学校是不可能被人监控的。就在大家感到奇怪时，楼上再次传来异响，原来是女丧尸试图破开天台的房门。留在原地的人苦苦支撑，心想这下完蛋了，后悔没有跟导演一起离开。而导演这边也不安全，打开一扇门，发现了被捅死的副导演，但他也跟女助手一样变成了丧尸。看到那张恐怖的脸，帽子男迅速关上了房门，一行人趁机逃跑，结果却被一楼走廊里的杂物拦住了去路。还好上方可以爬过去，可他们并不知道被关住的房门正在被打开，然后丧尸就出现在了楼梯间。感觉有杀气的导演一转身，丧尸就快速冲了上来。
其他人也顾不上那么多，只能头也不回的拼命逃跑。最后就只有导演生死未卜。可当其余4人一路狂奔的来到学校大门口，却惊恐的发现铁门被人锁住了，并且门上还挂着血迹斑斑的动物尸体。看到这诡异的一幕，帽子男猜想是有人故意搞他们，就像是在进行某种祭祀仪式或者人体实验。但另一个男人却不信邪。哎呦，이딴 거 넘어버리면 되지 뭘。没想到为了防止有人逃跑，门口还绑着2只看门的丧尸。不过这也验证了帽子男的猜想，确实是有人不想让他们活着离开学校。男人好不容易凭借实力完成反杀，却又被帽子男直接送走。只因他怀疑被咬伤的男人也会发生变异，残忍的举动吓坏了2个女孩。帽子男却忍不住吐槽他们，只会哭哭啼啼，没有一点作用。既然正门无法离开，那就只能回去开车找其他路线逃走。在逃跑的途中，财允不慎摔倒，可前面的2人却没有回头。等他们来到停车场，坐上车准备离开，才发现少了1个人。突然，一大批丧尸跑出大楼朝他们袭来。危机之时，适应看到了一块前往后门的路牌。在丧尸追上来之前，帽子男赶紧一脚油门开溜，可开出去没多久，就被一个手持武器、头戴面罩的男子挡住了去路。就这样，车子一头撞上了大树，帽子男也身受重伤，陷入了昏迷。适应刚从车里爬出来，就看到丧尸已经追了上来，他也顾不上别人，只能选择溜之大吉。下一秒，丧尸就扑上来淹没了帽子男。而这恐怖的一幕都被一群同样戴着白色面罩的神秘人全程监控。躲在一旁的适应也同样目睹了一切，还好自己跑得够快，要不然下场也会跟帽子男一样。可一只丧尸还是发现了异常，不过等丧尸追过来时，适应已经躲进了屋子里。眼看丧尸迟迟不见离开，适应只能捂住嘴巴，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就在他不知道如何是好时，神秘人却利用喇叭发出一段咒语。诡异的是，丧尸听到后纷纷停止行动，仿佛像是受到某种召唤一样离开了现场。适应也因此逃过一劫。看着已经走远的尸群，他刚松一口气，导演就突然从身后捂住了他的嘴巴。原来他并没有被丧尸吃掉，甚至还在摆弄自己的摄像机，打算继续拍摄下去。这也让适应感到十分无语。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导演就像是没事人一样，难不成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开始导演还想隐瞒，但面对适应的不断追问，他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 나도 그 새끼들이 왜 이렇게까지 일을 벌리는지 이해가 안 돼. 그 새끼들? 原来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就在不久之前，一个白发富婆主动找到导演，给他看了一段恐怖的视频。只见一个已经死去的男人被某种召唤亡灵的仪式复活了。他想让导演拍摄一部复活死人的电影，不仅拍摄费用全部报销，还能给他一笔不错的报酬。起初导演也害怕的想要拒绝，但视频里发生的事情又让他感到好奇。作为导演的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更想拍一部不一样的电影震撼全世界。于是，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导演最终同意了下来。而适应白天跳的舞就是仪式中最重要的部分。事到如今，导演还想让适应配合他拍摄，适应怎么可能答应这么变态的要求？无奈导演只能选择独自出门拍摄。谁知刚打开房门，一颗子弹就射了过来。 万万没想到，出现在面前的竟然是一名警察。惊魂未定的适应以为得救了，却不知道这警察也不是什么好人，外面还有更多的警察。原来他们是一帮黑警，只是凑巧在附近进行毒品交易，屋里放着的全是赃物。他们也根本不知道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以为适应是敌对势力的眼线。말 똑바로 안 할래? 잠깐만 살려주세요. 너 씨발년아, 니네 뭐냐? 윤회장 애들이냐? 适应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根本不认识他口中的丧彪。直到手下发现东西没有动过的痕迹，警长这才相信他只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路人。此刻的适应只想快点离开这里，他请求对方带自己离开，因为比起眼前的这些黑警，他更害怕那些丧尸，可担心事情暴露，警长怎么可能轻易放过适应？就在两人拉扯之际，手下发现了车子里的尸体，帽子男也复活变成了丧尸，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而适应却打算趁机溜走。一名警察追了上去，可警长见状却直接掏出了手枪。 잡아 이 새끼야. 비키래매요 이씨. 警长正纳闷今天的枪法，转头又看到了一只丧尸。 在警察的追击下，适应跑进了树林，他还是被对方给当场抓住了。就在警察准备向警长汇报情况时，却被人从身后一下敲晕了过去。出现在眼前的正是头戴面罩的神秘人，同时其他警察也都被一群手持武器的神秘人团团包围，还当着他们的面干掉了一只丧尸。其中一个神秘人摘下头套，也没想到会有一群黑警在学校搞交易，这完全在他们计划之外。双方正在对峙之时，一声枪响打破了宁静，原来是没死透的警察开枪打中了神秘人。 男人立刻带人赶过去支援，其他人则留在原地处理警察。此时，神秘人摘下头套，看着适应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男人刚咽下最后一口气，刚刚掉队的彩允就突然出现在身后，他带着诗印继续逃跑，不一会总算跑出了树林。两人来到了一处加油站，诗印走进厕所洗脸，鼻子再次流出了鼻血，镜子里出现一个恐怖的女人，是她已经死去的妈妈。回过神来后，两人打算在加油站休息一下。彩允递给诗印一瓶水，告诉她自己已经借用加油站老板的电话报警了。可喝完水的诗印却突然感到头晕，接着便失去意识，陷入了昏迷。等到他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学校的教室，一大帮神秘人出现在眼前。诗印被死死绑在凳子上，诡异的符文通过投影仪照在他的脸上。为首的女人二话没说，上前就朝着诗印扣动了扳机。可片刻过后，诗印却又奇迹般的复活了，并且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变成丧尸。接着，女人蹲在诗印面前问了他一个问题：女人听后脱下头套，正是那个花重金找导演拍电影的白发富婆，我们就叫她白姐吧。她是当地颇有实力的财阀，也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至此，剧情也迎来了360度大反转。没想到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诗印，竟然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恶魔，就像《魔女佳丽》里面的女主角一样，一出生就患上了恐怖的恶魔之力。小时候同学都害怕她，背地里叫她撒旦的女儿，因为凡是跟她走得近的人，都会因为各种意外离奇死亡。诗印也因此经常转校。来到新环境的她，很快就被一个男生帅气逼人的外表所吸引。这个男生正是俊熙，也是白姐的侄子。诗印鼓起勇气跟他表了白，可对方不但没有接受，眼神里反而充满了厌恶，这也给诗印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当他发现男生喜欢的其实是自己的同班同学后，内心更是充满了嫉妒，也因爱生恨发动了诅咒之力。之后男生就莫名其妙走到马路中央，被一辆汽车给撞死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只是看到女同学在男生的葬礼上伤心落泪，他就再次发动诅咒害死了女同学。而作为诗印的母亲，她早就察觉到了女儿身上不祥的气息，只是她不明白女儿为什么那么狠心。听到女儿的回答，母亲也毫无办法。她的确是个恶魔，但也是自己的亲骨肉，只能来到教堂替她忏悔，希望能洗清她身上的罪过。可直到看见失去亲人伤心的家属，她还是无法原谅女儿所做的一切。同时，为了防止悲剧再次发生，母亲狠下心决定用毒药杀死女儿。当晚，在趁诗印熟睡的时候，母亲将毒药注射进了女儿的身体。可让她怎么也没想到，拥有恶魔体质的诗印没有那么容易被杀死。但这位母亲并没有选择就此停手，即使不惜同归于尽，也要带着恶魔一起下地狱。她驾驶着车子故意冲下悬崖，结果显而易见，母亲身受重伤，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诗印又完好无损地从车里爬了出来。临死之前，母亲仍旧恶狠狠地告诉女儿：“直到此刻，诗印才明白，母亲一直想让自己去死。而被他害死的男生的母亲，也就是白姐的妹妹，因为接受不了现实，从高楼一跃而下。亲眼目睹妹妹惨死的白姐伤心欲绝。同样生无可恋的还有失去妻子的妹夫，他正是树林里那个摘下头套对诗印说话的男人。看到自己的亲人因为一场车祸家破人亡，白姐只能动用关系抓住无辜的司机，将心中的怒气撒在他的身上。此刻的他并不知道，真正害死侄子的是诗印。直到有一天，一个女人主动找上门来。她正是彩允，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巫。原来女巫一直在调查诗印，她将诗印是个恶魔以及害死俊熙的事情都说了出来。白姐随即派手下前去调查，从老师和同学的口中知道了一切。只要和诗印有过矛盾和冲突的同学，都会发生一系列意外离奇死亡。虽然每一次诗印都有不在场证明，但同学们都知道是他害死的。주변사람들이죽어나가니까아주열심히전학을다니모양입니다주변친구들중에실제로미심쩍어하는애들도있긴있었고요从女巫的口中，他们得知，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那就是召唤亡灵，杀死恶魔。于是白姐便动用超能力买下了那所废弃学校，还搞了一些死刑犯的尸体，在地下室将他们复活成丧尸。最后找到拍摄舞蹈电影的导演，精心策划了这场猎杀恶魔的计划。就连诗印患有头疼失忆的怪病，也被女巫考虑了进去，不然计划也不会那么顺利。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前，就连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也害怕的求饶。白姐根本不为所动，转身就离开了教室，只留下一个音箱放着咒语，用来召唤学校里的所有丧尸。在诗印惊恐的目光中，尸群如潮水般朝他涌来，一瞬间就将他淹没。恶魔的身体直接被啃食殆尽。完成复仇的白姐来到天台，不明白女巫为何要帮助自己。 제가 회장님을 이용한 거지. 죄를 지었으면 벌 받아야죠. 그뿐이에요. 可就在女巫离开天台之后，白姐却像中了邪一样，掏出身上的手枪对准了自己。
更诡异的是，完事后的女巫竟然开着车子走进了魔女的家门，而随着女巫来到一张镜子前，剧情也再次迎来了反转。出现在镜子里的竟然是魔女。原来在加油站的时候，魔女根本就没有被女巫的药迷晕，她身体里的恶魔之力开始觉醒，也恢复了全部丢失的记忆。在女巫跟白姐打电话的时候，全都被她听得一清二楚，也得知了他们的所有计划。眼看计划败露的女巫，果断拿起灭火器想要解决魔女，结果实力根本不是一个次元。将女巫打倒后，魔女发动能力跟她互换了身体，也就是说，被白姐处死的魔女其实是女巫。她被魔女控制身体，不停的求救。结束后，又让白姐在天台开枪自尽，最终还是魔女笑到了最后。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电影的结尾，又一个强大的女巫出现在镜头中，她正是女巫的师傅。在得知徒弟为了伸张正义被魔女杀死后，打算亲自出山给徒弟报仇。看来这是打算拍第2部的节奏。影片的创意倒是挺新颖，不死丧尸大战邪恶女魔头这样的设定在其他电影里是看不到的。一开始废弃学校里的恐怖氛围，以及之后丧尸追杀主角团的部分都很精彩，但不知道为什么女魔头的反转总让人感觉有些格格不入。拥有超能力什么的实在是很出戏，要是有女魔头与丧尸的战斗画面就完美了。看得出来导演是想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才会增加这么多元素。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本片有点缝合怪的意思，没有丧尸片那样的惊险刺激，也没有传统的恐怖片那样吓人。